欢迎收看今天的加密数解读，现在是台湾时间11月9号凌晨2点20分。每周一到五早上8点，我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，并一起规划盘势。大家好，我是酷哥。今日主题震荡行情，多空双赚哦。今天比较早录哦，因为明后天要出去玩，可能没时间录影。反正周末行情变化比较小，有变动我们群主再及时更正就好。好，那我们上个已经是跟大家说要期待崩盘的到来嘛。那为什么我还可以多空双赚？这就分享一些我短线上面的思维给大家。好，那这是我的对账单哦，总共打了4笔。那一笔获利比较大的是空单，另外3笔是多单。那打了1单停损哦。好，那我们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去录影音的嘛。那当时是直接报了一个空方断下来，但是我们短线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比较危险的，对于空方比较危险的一个样子。然后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哦，其实我的空单是有点被获利回吐的。那这根大长 K 就吞掉了我一部分的获利，也没有全部吞掉，因为当时我看到这样子的速度的时候，我就有在注意说，可能我要先提前获利了结，所以我没有被整根吞掉，我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被吞掉的吧。那当时比较注意到的是，这个位置已经破底了，5分 K 这边已经破底了。那我短线上都是在看5分 K 哦，那5分 K 这边破底之后，比较强势的上涨，因为这个时候是10点40分嘛，美股开盘的前10分钟，你可能看2根5分 K 就会去定掉今天的走势。那第一根5分 K 还不会哦，如果没有出手方向，第2根开始反向出方向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比较值得去注意的。那当时就是出现了这个样子，那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反转。那当时我是设定说，其实只要去吞掉这个颈线压力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偏空方式的。在这个比较偏空方式的状态下，我也有一直去警惕说，其实它的连续性没有到那么好，它的底没有很顺势的去往下。那当时我就比较去注意到这个位置啊，所以这个位置一喷出去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说直接在这边反手多，我是在这个位置才开始追多。那追多上去之后，我被这个位置骗，盈利很差，然后后面是反手做空，这一单就直接亏损了嘛。那也幸好有打停损，然后后面这一段我就没有追到，我是直接看什么震荡后的底部，我才去追多单。那其实这个就是符合我自己的交易策略啦，我自己就没有什么在追突破，我是什么突破后震荡行情出来之后，我在底部去接多，因为这时候我的停损比较好守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子。然后当时我是有在群组跟大家提醒嘛，这个位置可以去顺势追多。然后我那时候还有跟大家讲什么，我们就顶多报到礼拜5晚上收盘嘛，夜盘收盘嘛。那夜盘收盘我是指说台股的收盘，那就差不多是早上5、6点的时候。大家如果看说，早上5、6点的时候去做平仓，是不是正确的？看这边是6点整，这边就是5点6点整，所以几乎就是最高点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思考？因为你周末没什么行情的状况下，你尾段拉起来，其实你很容易在上方做震荡刷洗。那我在这个位置，我是不会想要去承担这样子的风险，因为如果你看，像这时候价格弱势下来，你要去做规划，非常难规划，因为这时候的价格走动是非常不稳定的。那这时候我就不太会把单子留在这边。那其实这是我很简单的短线上面的思维啦。好，那目前以太币的整体走势是比较偏混乱的，因为我们上次是规划说，在这个区间跟在这个下降趋势，如果有去做一个强势突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勇敢追多一下。但是目前在这个位置都是比较偏震荡行情，你要突破也没有突破。那我有跟大家说嘛，如果他要突破没有突破，你就要给他什么时间，你就要给他一点时间去做震荡整理。那我一直跟大家提醒，这个震荡时间会多久？长可能至1、2个月，所以大家不要说急着去做单。那如果他今天又杀下来，如果今天又有一个空方杀下来，他可能杀个1、2个月，又要再震1、2个月，甚至更久才会重启一个多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都不要急着去做操作，除非你在震荡关键位置，你在做反手，这样就好了。那目前以太币我是没什么想法啦，那就是震荡偏短多，但是目前整体局势还是偏空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比特币的部分哦，这个就更不用讲了，就是区间行情，就是在横在这边震，也不用多说什么，关键位置再做出手就好了。好，那Solana的部分其实就跟以太币很像嘛，打这个打到关键位置就直接缩下来。但它的走势是比较干净一点的。那目前为止，我也是比较不会平常去做单，因为它就是震荡整理嘛。如果是这样很单纯的震荡整理的话，它没有什么走出真正的量，就是单纯的刷洗。那其实这种盘对于震荡盘也是很难打的。反而你这时候可以等趋势出来，你再去顺势追单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是 ADA 的部分哦。那其实ADA 比较特别，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整体的强势度是比其他还要好的。那目前是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，然后目前的底部格局好像又有修正起来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
目前这种底部修正起来的格局没有到特别的强，只是代表说它目前为止已经慢慢在消化这样子的下降趋势了，所以 ADA 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。那会不会又是一个吸筹，然后后面又下杀其实还是要去担心一下啦。为什么？因为目前短线上面这样子的震荡整理跟这样子的底部形成，我认为还不够。所以如果到了短线上的满足点的话，那它可能也就只是这样而已。那它会不会又开始横在这边？如果它今天我把这些趋势线全部删掉，再跟大家提醒一次，如果我再把趋势线删掉，它如果横盘整理，假如我把它拉上，横盘整理在这边横，是不是正常？对不对？就跟我们之前看的比特币一样，如果它今天下降趋势被消化，还是说上升趋势被消化，但是你画一个区间出来，它横在这边正不正常？正常。所以你不要无脑去追多单，而是你今天要看到区间突破，你再去真正的去追多单。目前下降趋势被消化，只代表说它会横盘整理而已，不代表它会去往多方运行或往空方运行。所以目前为止，我们 ADA 已经看到底部有做消化，下降趋势可能有被消化，但是我们只是偏横盘趋势去做单而已。那如果要空，不会来空 ADA， 可能是空其他的。那 ADA 对我来讲，目前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币种。好，那这个就很精彩了嘛。周四晚间的时候就直接冲到了775。那我当时有跟大家提醒嘛，你不要去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难去判定你要追在哪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寻求一个震荡区间。为什么我要寻求震荡区间？因为我就是要避免这种状况出现。那你说我这边可以接到吗？如果你很积极的去看这个平台盘整区的话，你可能可以接到这个位置，但是这个位置都不是我所谓的一个震荡区域。我今天震荡是要很明确的看到它震荡。那如果它震荡，可能是它就横在这边，开始横在这边，那它会需要时间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杀上去之后，它这样子的回调其实是蛮正常的。你只要用它的涨幅，然后去除以它的一半。那你就知道说它该回档到差不多哪里都算正常的。那其实它目前的回档幅度都还算正常的，所以你目前就看说它在这边横盘整理会需要多少时间，其实会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所以它会不会直接 V 上去，很难呐，很难。尤其是它这个 K 棒很丑，这个 K 棒其实对于回档的 K 棒是非常丑的。所以目前来讲，我是偏比较横盘震荡去做看待。那你说横盘震荡可不可以去接？你接下来就是要看说它有没有一直不断在这边破底翻。如果在这边破底翻的话，你的成本建构一定要低于这个位置，一定要低于这个位置，你这时候停损才会好手，你这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望值去接它。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弹上的时候接你的停损会太大，那它的刷洗幅度如果又大起来，你的停损会很难控制。好，那目前为止就是这5只币种我们从以太币来看的话，我们目前可以判断说它都是在区间内做震荡。那你说它已经消化了目前走势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有看到说下降趋势有不断的去突破，区间有不断的去突破，但是始终横在这边。那我们这样不能去判断说它就是转为多方式。比特币也一样，就是在震荡区间，Solana 也一样，都是在震荡区间。比较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？ADA 它已经开始消化下降趋势了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。那下一支如果它真的比较强势，可能我们就可以去看看说它到底会涨到什么位置。那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它如果今天要涨上去，就看区间就好，下降趋势被突破了，不代表它可以往多方走，只有区间被突破了，它才有可能可以往上区间去走，但是不代表它就要来走多方式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目前来讲，我们就是盘整区域，如果你要接多，我们就等盘整区域再去赚它一波。那我们赚它一波，也不需要去抱到太远。这个680的位置，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波可能要去看到的位置，而不是什么看到前高，看到前高就太担心了。我顶多就看到颈线位置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。如果你有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，记得下方留言，我会在下一次的影音继续讲解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